Gemini 大概率会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或者用户数最多的 AI 工具，因为它是 Gemini， 它值得你花半个小时。那接下来围绕 Gemini 的进化之路、当下的核心功能、在谷歌生态的应用以及怎么用好 Gemini 详细展开。2023年12月6号 Gemini 1.0 发布，然后 1.5、2.0 到现在的 2.5， 现在稳坐世界前3。当时百度比 Gemini 还要早2个月发布文心 4.0 模型，现在呢已经沦落到国内的第2梯队了。谷歌还是有点东西的。当然过程中也出过插曲，纹身图生成人像的时候就出过问题，被喷了，导致 Gemini 的纹身图一直都很谨慎。他们自己也说 We are approaching this work boldly and responsibly， 因为科技巨头做事呢会考虑更多的风险，所以 Gemini 这1年多给大家的感觉都是追随、小心、稳步推进。小心归小心，他们还是很自信的。Gemini 1.0 发布的时候就说自己是 SOTA 天花板，当时还分为 Ultra、Pro 和 Nano 3个版本。那个时候的模型还都叫通用模型 General Model， 区别只在于参数大小。The Gemini approach to multimodality is all the kinds of things you want. Gemini 1.0 初始设计就是具备原生多模态的能力 Native Multimodality， 所以它一开始就是统一架构设计加多模态数据联合训练。Gemini 的架构设计天生就是能够处理多模态的数据，训练语料也是包含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和代码等等多种模态的混合数据集。所以对于不同模态数据的输入 ，Gemini 能够无缝的理解和推理。比如说，输入一段文字和一张图，它能够理解文字说的猫就是图片里的猫。那这种能力更加接近于我们人类，我们通过多种不同的感官去感知和理解世界。所以 Gemini 就有能力处理多模态的任务。That Gemini can understand the world around us in the way that we do. Gemini 1.0 当时在不调用 OCR 工具的前提下 ，MMMU 基准测试表现就相当牛了。这个就是原生多模态能力的展现。从那个时候开始，让 Google 出洋相、股价暴跌的 Bard 就变成了经过微调的 Gemini Pro。你搜索 Gemini 的时候会出现一句话 ：Bard is now Gemini。谷歌也把 Gemini 的发布看成是新纪元的开始。Gemini 1.0 发布之后2个月 ，Gemini 1.5 就出来了。主要突破就是多模态基础上的长上下文理解，关键词 Long Context Understanding， 第一次把上下文窗口提升到了100万 tokens。但当时普通用户体验的标准版其实还是只有 128K。那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是1个小时的视频、11个小时的音频、3万行代码、70万字的文本。Gemini 1.5 采用的是混合专家 MOE 的架构 ，1.5 Pro 就用更少的计算资源达到了之前1.0 Ultra 的效果。那上下文窗口越长，计算量就越大，响应时间就越长。所以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优化延迟表现 latency。长的上下文和 MOE 架构就比较搭，因为它不用完全激活，所以它响应呢就会很快。那这里展开讲一下，传统的 Transformer 架构是一个非常大的神经网络，它在处理每一次用户输入的提示词的时候，每一层的神经元模型中的所有参数都会参与到计算，所以它也被称为稠密模型 dense model。相对的 MOE 架构就被称为稀疏模型 sparse model。MOE 的思路就是把一个大的神经网络切分成一个个小的专家模块。它里面有一个门控网络 gating network， 它会判断有哪些专家来处理用户输入的问题。就像医院的分诊台，它会先判断一下这个病人应该去挂哪个科室，然后再激活对应区域的专家网络就行了。不管是训练还是推理的时候 ，MOE 的架构模型只激活部分专家，所以它实际的计算和内存占用可以相对的比较低。那 MOE 架构就可以把参数量做得很大，因为集成了很多的不同的专家，同时还能做到响应快、成本低、效率高。所以现在基本上主流排名靠前的模型都是 MOE 架构。那 Gemini 1.5 为什么要换 MOE 架构，要搞100万 token 的长上下文窗口呢？这个是多模态加深度推理决定的。大模型以后要解决现实世界的难题，必须要处理复杂的多模态信息。你看最近豆包 1.5 深度思考模型，同时具备视觉推理能力，用的也是 MOE 架构，同时有足够长的上下文窗口。就在 Gemini 1.0 推出后1年，也就是2024年的12月份 ，Gemini 2.0 发布了。在这期间，谷歌也开发了基于 Gemini 的 Notebook LM， 它是一个强大的数字笔记本。它的核心功能就是帮助你更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文档资料。一个 PDF 文件很长嘛，它的内容也是图文并茂的，所以 Gemini 的长上下文窗口和原生多模态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它能够理解 PDF 里面的图像信息。那到了 Gemini 2.0， 关键词就变成了 Agent。在多模态和长上下文窗口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多步骤的推理规划，能够更好的理解世界，能够在你的监督下面替你采取行动，执行多步骤的任务。Gemini 2.0 之后就不管什么 Ultra、Pro、Nano 了，改名了，叫 Flash
Flash Thinking， 因为之前是通用模型的叙事逻辑，后来呢是推理模型和 Agent 的叙事逻辑，所以就改名字了。Gemini 2.0 Flash 快闪版整体性能超过了 Gemini 1.5 Pro 版，支持多模态输入，还能原生调用工具，比如谷歌搜索。这里必须提一句，从 Gemini 2.0 开始，模型自己就能够根据用户的提示词决定是否需要联网搜索，它们叫做 Grounding with Google Search。现在的 AI 大模型要想实现 AI 搜索，一般是 RAG 技术加搜索引擎的 API 调用，不管是对接搜索引擎的 API， 还是通过自有的技术抓取索引信息，国内大模型的联网能力通常没有 Gemini 的强。因为有了 Grounding with Google Search，Gemini 也同步推出了 Deep Research 的功能，底层还是模型加搜索，搜索是谷歌的强项。Deep Research 是 Gemini 先推出来的，后来 GPT 也推出了由 O3 模型驱动的 Deep Research 的功能。那 Deep Research 呢，咱们后面再展开讲。Gemini 2.0 发布之后2个月，就是今年的2月初 ，Gemini 2.0 Pro 发布，在代码和复杂问题推理上面更进一步。谷歌一般会在 Google AI Studio 先发布实验版，先给开发者们尝鲜测试，然后再对 Gemini 的订阅用户开放。Gemini 2.0 Pro 测试版直接把上下文窗口的长度从100万提升到200万 tokens， 地表最长就是它了。1个多月之后，3月26号 ，Gemini 2.5 Pro 的测试版发布，直接登顶 Arena 排行榜。那个时候 O3 还没发布，真的是以显著优势领先。从谷歌的第一个思考模型 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开始，谷歌一直在探索强化学习和思维链技术，进化到现在 Gemini 2.5 全系列模型都是思考模型。厉害的基础模型加改进的后训练 ，Gemini 2.5 就变得恐怖如斯。Gemini 2.5 正式开启全系列思考模型时代，以后就不存在什么通用模型、思考模型的说法了。你的问题值不值得深入思考 ，AI 自己知道，该怎么响应你，它心里有数。就一个标准，能不能快速高质量的解决问题？我们看 Gemini 2.5 Pro 的 benchmark 领先，大多数都是 single attempt 一次成功，而不是为了刷榜的多数投票 multiple attempts。Gemini 2.5 发布的时候就支持100万 tokens 的上下文窗口，后续还会提升到200万。Deep Research 的功能也提升到了 Gemini 2.5 Pro。可以说现在的 Gemini 是非常友好且适合中国宝宝的国际顶级大模型。你看 Arena 排行榜第一，原生多模态的输出，原生调用谷歌搜索联网，200万的上下文窗口 ，Deep Research 功能加持，方便订阅还不降质，完美的嵌入了谷歌生态，升级迭代的速度还飞快，$20真不贵，值得拥有。接下来基于 Gemini 的最新模型，详细介绍一下它的核心功能 ：Canvas、Deep Research、文生图、文生视频等等等等。打开 Gemini， 左上角选择模型，现在免费用户也能用所有的模型。Gemini 2.5 家族都配备了深度推理能力 ，Deep Research 现在也是2.5 Pro 的内核。所有模型都具备联网搜索的能力，就是前面说的 Grounding with Google Search。说到联网，就说一个 Gemini 好用的小功能——核查回答。Gemini 回答之后，你可以点击核查回答，它就会联网从谷歌搜索验证答案的准确性。核查完之后呢，会有不同颜色的显示，如果是绿色，表示它找到了相关的信息源，比较可信；如果是橙色，就表示没有找到相关数据，或者说有不同结果的信息源，可信度存疑，你最好再确认一下。比如说我问免费用户现在每个月可以用几次的 Deep Research，Gemini 的回答是5次，但是核查之后，谷歌搜索搜到了不同的内容，所以它就用橙色显示，信息存疑。点开之后发现是10次，因为最近更新了 Gemini 的免费次数 double 了，所以这个核查回答 double check 的功能非常好。你用其他模型生成的答案，有些时候也要去谷歌搜索再验证一下，所以 Gemini 呢就直接一键帮你搞定了。接下来说 Canvas， 这个功能真的好用，所有模型标配 Canvas。Canvas 翻译成中文就是画布的意思，你可以在 Canvas 里面随意去编辑你的文稿。我们先选择 2.0 Flash 模型，然后点击输入框下面的 Canvas， 它会有一个提示，创建文档和代码。在 Canvas 里面也可以写代码、运行、调试都可以。输入你要撰写的主题，比如说深入研究一下现在主流的大模型 AI 搜索和传统搜索的区别。然后 Gemini 在画面右边就弹出了画布区域， 2.0 Flash 就是快啊。同样的问题，我们切换到 2.5 Pro 深度思考模型，它会多一个思考的过程，生成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一点。字数差别就是 2.0 Flash 是890个字， 2.5 Pro 是2010个字，毕竟是 Pro 嘛。界面功能上，左边可以继续对话提问，右边是文档编辑区，自动云保存，可以版本回撤，也可以设置文本格式，可以直接导出为谷歌文档，或者复制整个文本，分享这篇文章。关闭文档之后，点击右上角的文档按钮，就可以看到刚刚创建的云文档，点击就能打开，或者点击聊天记录里面的按钮也行。聊天内容多了之后呢，还是点击右上角的文档按钮更加方便一点。关键是右下角的3个调节按钮，更改长度，短、很短、长、很长，
更改语气，随意，非常随意，正式，非常正式。还有最后一个是提出修改建议。更改长度就是精简和扩写，可以选中部分段落，然后更改长度，选择稍微长一点，短短几秒钟就完成了对选定文本的扩展。你也可以不选择文本，直接点击更改长度，选得很长， Canvas 就默认把整篇文章扩展为原来的2倍，主要是通过细化观点和增加案例的方式。但这个并不能一直无限制的指数性翻倍，我测试过，从2700个字的初始文稿多次最大限度扩展，字数是从2700到5300到8500到11600再到13700，慢慢的趋于平缓。这里你可能会问 Gemini 2.5 Pro 不是号称100万甚至200万 tokens 吗？那100万 tokens 相当于70万个单词，为什么不能一次性的给你输出几十万字的小说呢？这里解释一下，100万 tokens 说的是上下文窗口，不是输出。Gemini 2.5 Pro 的最新数据支持最大输入100万 tokens， 最大输出是 64K， 但是64000和默认输出的几千个字还是差了10倍左右。这个是为了平衡用户的使用体验。Gemini 现在最快是1秒钟吐字200个，如果真的给你输出200万字，光输出就要花将近3个小时，然后你再花将近3个礼拜看完，然后再花3个月修改吗？不现实嘛。所以日常对话包括 Canvas 给的初稿1000到3000个字左右是比较合理的。2000个字吐完就要10秒钟，再加上思考响应的几秒钟，所以10几秒的等待时间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想要更多的字数怎么办？要么在 Canvas 里面慢慢扩写，要么直接切换到深度研究 Deep Research 模式，等个10几分钟。这里要注意的是 Canvas 模式下的持续对话。如果你在文档里面选中一部分向 Gemini 提问，它会在左边对话区域给你答疑，它知道你问的是和文档主题相关的。虽然说是在 Canvas 模式下，它不会再生成新的文档，它只是给你答案。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的回答复制到文档区域进行内容补充。但如果你在左边问了一个和右边文档主题不太相关的问题， Gemini 会给你生成一份新的 Canvas 文档。你看，这就是新的文档，新的主题。点击右上角的文档按钮，就有2份文件存在。从左侧的对话内容你也能看出来区别。说实话，这个有点玄学，不是很好判断。有时候我觉得是相关的，结果 Gemini 给我生成了一份新的文档，就很不爽。所以这里我建议，要么你就一直用文档内部的选中提问，要么你就单开一个窗口，专门用来提问答疑。我不知道以后 Gemini 会不会优化这个问题，比如说左侧这个 Canvas 的按钮是可以取消选中的，我取消之后再提问，就默认是模型作答。反正当下还是建议别直接在左边窗口提问。点击右下角的提出建议， Canvas 会根据整篇文章给你提出修改建议，你可以浏览一下，单个接受，点击应用，也可以点击全部采纳，所有的建议就会一键修改。文档编辑好之后，可以一键导出到谷歌文档云端备份，可以继续另存为 Word 或者 PDF 都行。所以对于需要长篇写稿的人来说， Canvas 功能很有用。Canvas 可以基于你的框架和主题先生成一个初稿，然后按照你的要求改，选中一段换个说法，改个口吻，扩展一下，精简一下，再提点建议，都可以在 Canvas 里面快速的搞定，真挺好的。Canvas 之后就是 Deep Research 的功能。4月8号 Deep Research 升级到了 Gemini 2.5 Pro， 免费用户也能用，1个月10次，订阅用户是1天20次，这个着实给到了 OpenAI 一些压力。然后 OpenAI 就搞了一个 Deep Research 的轻量版，网友就吐槽这个不是 Deep Research， 是 Shallow Research， 深度和轻量是怎么可能同时存在的？反正 Gemini 的 Deep Research 就一个版本，而且 Gemini 的 Deep Research 非常夸张，国内版本帮你从上百个网站整合信息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看 Gemini 680个网站，我都震惊了。680个网站全英文，有论文数据库，有维基百科，有 Hugging Face、GitHub 各种网站，甚至还有 YouTube 视频。Deep Research 能从视频里面给你找信息，每个网站都有 logo， 信息源也相对靠谱一些。没办法啊，互联网上的英文语料就是要更丰富一些，所以 Gemini 的 Deep Research 你得用。我再举个例子，我让 Gemini 以光伏产业为例，研究光伏产业的整个发展过程，谁在做从0到1，谁在做从1到 N， 发展到2025年，过程细节又是怎样的？只参考英文信息源，用中文输出，不低于1万字，有图表分析。他会先给个研究框架，问你要不要修改，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水平。你要是大拿，你心中有框架，你可以改。我是不懂，全当扫盲学习了，我就说不改了，开始研究。整个研究分为6个阶段，过程有点漫长，差不多花了20多分钟。他说研究完之后会告诉我的，我可以离开这个会话。他研究完之后真的提醒我了，我的手机安装了 Gemini 的 App， 报告写好之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提醒。我的要求是不低于1万字，他给了我25000字。我这么久体验下来，说实话，字数要求真的不重要。你看标题，光伏革命解构从0到1与从1到 N 的美中叙事，有点东西啊。注意看细节，
每一段都有一个下拉按钮，点一下，你就知道这段内容引用了哪些信息源，1、2、3、4、5，角标很清楚。但是这里的数字和引用没有明确对应，别着急。当你点击导出到谷歌文档，朋友们，25000字的研究报告，133篇引用，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而且给你都列出来了，而且还有大量的汇总表格。我就问，服不服吧？这才是真正的深度研究。1个月10次，还免费。这个时候必须 call back 一下。Gemini 首次发布的时候说 ，Make AI helpful for everyone， 没有比 Deep Search 更适合快速深度扫盲的学习方式了。相当于有一个大能帮你建立了全局的思维，还随时帮你答疑解惑。以前我们都是先去搜一些行业报告，但是有些行业有些专题没有人写过。现在好了 ，Gemini 帮你写，你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它只需要一盏茶的功夫。这个就是 AI 生产力。相比 GPT 的疯狂降智 ，Gemini 的 Deep Search 真的很香。那么谁先受益呢？还是早先那波会用谷歌搜索的人？你不会用，那是你的问题。然后我再说说 Gemini 的纹身图和纹身视频，因为是原生多模态，说实话 ，Gemini 的生成质量还是挺好的。Gemini 的纹身图靠的是 Imagen 3，Imagen 3也是一个专门用于高质量图像生成的独立模型。谷歌对 Imagen 3做了专门的优化，在图像的细节、光照和理解自然语言提示方面表现很强，增强的提示理解能力 （Improved Prompt Following） 让 Imagen 3能准确地理解、捕捉用户的意图，甚至是更复杂的抽象概念，它也能理解。前面说过 ，Gemini 本身是一个原生多模态模型，非原生的多模态是用不同模态的数据单独训练成不同的模型，然后拼接到一块儿。比如说早先的 GPT-4 和 DALL-E 3的组合 ，DALL-E 3作为 GPT-4 的下游模型，负责生成图片。拼接的多模态可能会在图像描述上面表现很好，但是在概念性的推理、视觉理解以及纹身图上面表现就比较差。比如说，一张充满怀旧感的夏日傍晚的沙滩照片，远处有模糊的灯光，原生多模态的模型就更容易理解怀旧感这个抽象的概念，也可能更好的理解模糊的灯光在夏日傍晚沙滩背景下的含义。虽然 Gemini 的纹身图本质上也还是和 Imagen 3的组合，但是 Gemini 是原生多模态。Imagen 3也专门做了提示理解优化以及其他的模型改进方法，所以整体的组合效果看起来还不错。这套逻辑和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加纹身图 3.0 模型的组合很类似，都是更强的视觉理解的原生多模态加专门优化的纹身图模型。但是它们跟 GPT-4o 最近升级的纹身图又有一点区别，关键区别就是更深度的原生集成。GPT-4o 不是调用下游的纹身图模型了。纹身图现在有点像 GPT-4o 的原生固有能力，而不是一个外挂工具。图像生成是原生根植于 GPT-4o 的。最近 GPT 又把自己的图像生成能力通过 GPT Image One 这个独立的 API 开放出来了，主要应该还是为了更细化的控制和计费。但是能以独立 API 提供专项服务，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完全独立训练的下游模型。原生多模态模型内部也可能是模块化的，就像电脑操作系统内部的图形渲染引擎。既被操作系统核心使用，也可以通过图形 API 提供给其他的应用程序。原生模块和外挂工具是两回事。打个比方啊 ，GPT-4o 欧医生和 Gemini 古医生都是全科医生。那在图像生成这一科，欧医生很厉害，比有一些专科医生还厉害。那遇到这方面的病人，他自己完全有能力诊断和处理。欧医生作为全科医生，甚至每周还专门拿出1天的时间去图像生成这个科室坐诊，还是专家门诊。那相关的病人都可以来这里找他看病。古医生呢，他也是全科医生，但是遇到图像生成的病人，他懂病情是咋回事，但这方面能力不强。为了更好的治疗效果，他还是找更专业的专科医生来帮忙。你在 Gemini 的 Web 端体验纹身图是没办法精细控制的，你可以去 ImageFX 体验。在这里呢，你可以对图片做更精细的控制，比如说宽高比，而且还能一次性给你生成4张，那整体效果还挺好的。Gemini 的纹身视频模型 Veo2 目前只能在 App 端可以体验，可以生成一段8秒的 720p 的横版视频，下载无水印。说实话，效果真挺逼真的。虽然说 Web 端现在没办法体验，但是聊天记录是会同步的。你到 Web 端打开，左上角虽然显示的是 2.5 Pro， 但是继续对话它也会给你生成视频。好了，核心功能就介绍到这儿，然后就说说 Gemini 在谷歌生态里面的应用。先说 Gemini 的应用内部，输入 at 就能出现很多谷歌的服务。如果你的没反应，可以点击设置，点击应用，然后开启。然后你 谷歌机票，问他5月10号上海飞大阪的机票，他就能给你找到确切的航班信息。谷歌酒店，大阪世博会场馆周边2公里以内，均价1万日元以内的酒店推荐，他能给你找。一下 YouTube，
给我介绍一下李子柒频道的最新数据。那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生态的优势。谁叫它是谷歌呢？谷歌搜索全球第一 ，Chrome 浏览器全球第一 ，Gmail 邮箱全球第一，谷歌学术全球第一，谷歌地图全球第一 ，YouTube 视频全球第一。那谷歌的 Gemini 会成为全球用户量最多的 AI 吗？我觉得会。谷歌搜索基于 Gemini 的 AI 能力推出了一个 AI 概览的功能，就是 AI Overview。这个功能是谷歌搜索实验室的实验功能，中国大陆就算用 VPN 也用不了。最近谷歌电话会议数据显示 ，AI 概览月活用户超过了15亿了。包括最近谷歌实验室推出的 AI Model 的功能，目前也只针对美国用户开放。这个 AI Model 是在搜索结果的全部那一栏前面再增加了一栏。全球第一的搜索入口加 AI 概览加 AI Model， 没办法 ，AI 时代的最大入口还是谷歌。这个和你用什么浏览器没关系，只要你用谷歌搜索，你就能触及到 Gemini 的服务。Gemini 目前只有 App 端和 Web 端，没有单独做一个 PC 端的应用，确实没必要。Chrome 浏览器足够承接了，而且跟谷歌生态也能更好的融合。如果你用 Chrome 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Gemini 就能向它提问。当然，其他的快捷的入口、书签栏等等都可以自定义的去设置。那哪里还有 Gemini 的身影呢？ Gmail 邮箱右上角有一个 Gemini 的按钮，点一下，邮件润色啥的都能轻松搞定。还有谷歌文档，前面 Canvas 和 Deep Research 都见过。文档的右上角也有一个 Gemini 的标，有什么想问的都能问。谷歌文档、谷歌表格、谷歌幻灯片都有。谷歌云盘右上角也有一个 Gemini 的标，云盘里的文件可以直接拖进来，文件总结、图片识别、继续追问都可以。这里的窗口追问是独立的，不会同步到你的 Gemini 聊天记录里面，这个是为了保证数据隐私的隔离。右上角有一个9宫格扩展，这里可以快捷的直达谷歌生态的其他应用。能用 Deep Research 的用户大概率也是谷歌学术的用户。很遗憾 ，Gemini 和谷歌学术之间没有搞出非常震撼的学术工具，可能是因为学术版权的问题。但是 Gemini 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有一个 Chrome 插件叫做谷歌学术搜索 PDF 阅读器。安装好这个插件之后，点击谷歌学术的 PDF 论文，会自动生成一个 AI 大纲，可以快速的跳转，也能在图片内部跳转，还能快速的追踪参考文献，这个非常好用。不光谷歌学术，你用 Chrome 浏览 Archive 的 PDF 论文也都支持的，确实好用，100万用户的选择啊。那刚好说到了插件，再介绍几个和 Gemini 相关的好用插件。Side Panel for Gemini 侧边栏，这里是可以直接选择模型的，聊天内容也是同步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缩小版的浏览器的页面。这个侧边栏跟前面的 Canvas 功能就很搭，你需要额外提问就不需要再单开窗口了，直接侧边栏提问就行了。这个对于其他网站的学习也都很好用。还有一个插件叫做增强 Gemini， 安装好之后，你可以滑词右键直接询问 Gemini， 或者设置快捷键，比如说 Option 或者 Alt 加 G， 然后就可以在使用 Chrome 的时候快捷调用 Gemini。不管你是 Mac 系统还是 Windows 系统，你基本上都逃离不了谷歌生态，以后也应该离不开 Gemini。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如此聪明的 Gemini 大模型，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才能用好它呢？第一个，从 Search 到 Research 再到 Output。Gemini 能原生调用谷歌搜索 ，AI 搜索信息真的很强，说它是全世界最强的 AI 搜索也没毛病。2.5全系深度思考，又有 Deep Research， 还有 Canvas 方便你输出。绝大部分人用个 Search 的功能就差不多了，让 Gemini 2.5回答哪个问题，本质上还是 Search， 就是搜索。少部分人会有 Research 的需求，这个是真正的知识工作者，有研究的需求，有深度学习的需求，有个人成长精进的需求。Deep Research 肯定会用，而且会多次使用。1个月10次的免费额度肯定是不满足的，然后再有一部分人会有输出产品的需求，这部分真的很少，输出文章、输出研究报告、输出完整的代码等等，这部分人 Canvas 肯定会好好用。第二个就是建个专题，刨根问底，输出倒逼。就算只是用搜索和免费的 Deep Research， 我也强烈建议你建个专题，围绕某个专题刨根问底。Gemini 的优势就是超长的上下文理解，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一个窗口里面问，它能很好的联系前面的问答。一个对话搞懂一个专题完全没有问题。很多时候的真知灼见是多轮对话之后的灵光乍现，1、2次对话收获不大，不停的聊才会聊到厉害的深度的东西。几乎没有人能够一次性就把问题说清楚搞明白，实际用的时候呢，都是多次提问刨根问底，输出倒逼肯定能让你更好的用好 Gemini。万维钢今日课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绍光伏产业演变的，文章的内容 Gemini 给我的报告里面都有。所以有 Gemini 2.5 Pro 驱动的 Deep Research 在手，调研从未如此简单。你可以借着 Gemini 输出文章、公众号、专栏都可以，
可以输出脚本做成视频，可以是写报告、写 PPT、写书都可以，但一定要输出产品。只要是产品就有标准，你就会认真做，而且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 View 2帮你做视频画面， Image 3帮你画封面， Gemini 2.5 Pro 帮你写稿子，自动语音播报能录制语音，那这个凑一块不就是一个完整的视频吗？输出倒逼输入是收获成长的关键。第三个，豆包 PC 版加沉浸式翻译加 Gemini 会是当下比较完美的方案。豆包 PC 版的内核也是 Chrome 浏览器，所有插件都是通用的，反正 Gemini 是 Web 端嘛，哪个浏览器都一样。那豆包 PC 版处理文档能力会比较强，这个弥补了 Gemini 对于文档处理方面的不足。豆包 PC 加 Gemini 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中美2大顶尖 AI 工具。沉浸式翻译插件可以方便快速的用英文输入，因为中英文输入对 Gemini 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输入框连续3次空格键变成英文，英文输出之后再让它翻译成中文就行了，或者启动沉浸式翻译的自动翻译也可以。有些国产 Deep Research 做的不好，主要就是语料质量不行，所以 Gemini 触及的英文语料很重要。第四 ，AI 能力有强弱，但是更有远近。现在我们这些博主已经把 AI 吹烂了，恨不得明天就让你变成首富。但是作为理智的用户，你还是要知道 AI 能力和你的远近关系。总的来说，写作比较远，搜索比较近；视频比较远，图文比较近 ；agent 比较远，工作流比较近 ；AI 帮你赚钱比较远，解决实际的小问题比较近。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工作流，基于高频的需求去提高自己的效率，解决实际的问题更加靠谱一点。OpenAI 的新模型很强啊，但是因为降智、IP 封锁，它离你就很远。相对的 ，Gemini 就离你很近，离你近的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我也经常被问到 Gemini、Grok 到底选哪个？2个都选，都订阅，结合自己的工作流，深度体验个1个月，你就心里有数了。决策点不是选哪个，而是续订哪个，这个钱是必须花的。好了，总结一下，其实从 O3 之后，我就不再做新模型的体验视频了，原因有2个。第一个，他们都太聪明了，简单的一次性的个例根本无法展现模型的强大。第二个，谁强谁弱也没有意义了，每个人的场景需求和提问能力千差万别。这个就像你纠结娜扎和热巴谁好看，纠结安卓苹果哪个好，纠结华为跟小米哪个跑分高，单次问答总有高下，杠精又多，随他去吧。所以大家就看看 benchmark 跑分就行了，各大公司也是要脸的，不会太过分。而且各大测试的基准也在不停的更新升级 ，AIME 2024干到了90多，那就出个2025，那马上也要到90多了，后面咋整呢？再出个2025 Pro Max 吗？所以我就干脆做一个完整的 Gemini 的教程，做一个长视频。现在这个局面，全局的认知比单个的案例更有意义。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谢谢你的时间，下个视频再见。